各位安康生活的朋友们好，我是陈宇轩。今天必须紧急提醒大家一个事关存款安全的新骗术。即使你的银行卡锁在家里，密码从未泄露，存款也可能在不知情时被转走。这种手法隐蔽且成功率极高，已有多人受骗。这直接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养老钱、血汗钱，请大家务必认真听完。安康生活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频道，分享健康、舒心的生活知识和安全提醒。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重要，请点击订阅并打开小铃铛，以便及时收到重要提醒。也感谢您的点赞支持，这能让我继续为大家提供实用可靠的信息。过去听到的骗局大多都发生在大街上、马路边，比如说故意在你跟前摔一跤的假车祸，或者编个悲惨故事跟你伸手要钱的街头把戏。这些咱们都有所警惕了，但是时代不一样啦，骗子的花样也跟着技术一起更新换代了。您想想看，现在咱们出门，谁口袋里还揣着大把现金啊？买菜、吃饭、交水电费，哪一样不是刷一下卡，或者直接用手机滴一声就付了？咱们的工资、退休金也都是每个月固定一天，直接打到咱们的银行账户里，钱都数字化了，存在银行那个虚拟的户头里了。骗子多精啊，他们一看大家钱包里都没现金了，那还费劲巴拉的偷钱包干嘛？他们啊，早就把全部的心思，所有的坏点子都动到咱们银行账户里那个数字上了。听到这儿，肯定有很多朋友心里会咯噔一下，然后冒出个大问号。不对啊，轩轩，我的卡在我自己手里转着，密码也只有我自个儿知道。取钱要么得我去 ATM 机上手输密码，要么得用我的脸或者指纹对着手机晃一晃。这钱要是没经过我本人同意，怎么可能被别人弄走呢？您想的这个逻辑一点都没错，这就是咱们老百姓心里最根本的安全常识。可问题就在于，骗子他们自己也清清楚楚的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现在玩的这个新把戏，压根就不走偷你卡、骗你密码这条寻常路。他们啊，是钻了一个咱们正常人绝对想不到，也根本不会去防备的逻辑空子。这个空子钻的有多巧呢？巧到很多人钱被骗走之后，左思右想，翻来覆去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都想不通自己到底是在哪儿露了馅，上了当。那这个可怕的骗局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发生的呢？咱们别讲干巴巴的道理，我就给大家说一个不久前真实发生的例子，您一听马上就全明白了，而且后背都会发凉。有一大家子人正热热闹闹的聚在一起吃饭呢，有说有笑的。突然，坐在桌边的大姐手机叮咚响了一声，她拿起来一看，屏幕上显示的是一条银行的短信通知，上面清清楚楚的写着，有一笔3万块钱刚刚转进了她的银行账户。大姐当时就愣住了，心里直犯嘀咕，奇怪，最近没人说要还我钱啊，公司也没到发补贴的日子，这天上掉下来的3万块是哪来的？他这头还没来得及细想，脑子里的问号还没转完呢，手里的手机紧接着就又响了起来，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电话号码打进来的。大姐疑惑地接了电话，听筒里立刻传出一个年轻女人带着哭腔、焦急万分的声音。那个女人一边哭一边说：“对不起，对不起，大姐，我转错账了，我把要转给我朋友救急的钱错转到您的账户里了。”他的语气听起来特别慌乱，特别真实。接着说，我家里人正在医院等着做手术，急等着这笔钱交押金呢。求求您了，大姐，您行行好，发发慈悲，把这3万块钱还给我吧，我真是急得不行了。咱们大多数人啊，心肠都是善良的，一辈子与人为善。当你亲耳听到电话那头的人用那么绝望、那么着急的声音向你求助，而且原因还是家里有人住院开刀，你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个念头会是什么？绝大多数人肯定跟我一样，就是想，哎呦，这可是救命钱啊，人家肯定急死了，我得赶紧把钱还给人家，不能耽误人家的事。而且您发现没有，从收到银行短信到接到这个求救电话，前后可能就隔了1-2分钟，事情发生的太快，太突然了，咱们的大脑根本来不及冷静下来去琢磨这里头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很多朋友在这种情况下，一心只想帮忙，很可能就急急忙忙地按照电话里那个女人提供的另一个银行账号，通过手机银行或者网银，把这刚到账的3万块钱好心的给转回去了。如果您真的这么做了，那么恭喜您，不，是那么不幸，您就彻彻底底、完完全全的掉进了诈骗集团花了大力气给您挖好的陷阱里。
而这正是整个骗局设计中最关键、最核心，也最让人拍案叫绝的一步。现在咱们先别慌，把情绪压一压，冷静地、仔细地思考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一个陌生人，他想转账给你，他首先得知道你的名字，还有你的银行卡号，对吧？那么问题来了，这个打电话给你，哭着说转错账的陌生人，他是怎么如此精准地知道你的姓名和你的银行卡号的？难道是天上的神仙告诉他的吗？当然不是，最大的可能性只有一个，您的个人资料，在您完全不知道的时候，已经泄露了。现在的诈骗集团手段可高了，他们会通过各种各样的非法渠道，比如去黑那些安全措施不好的网站，窃取里面储存的海量用户数据。这些数据里就包括了很多人的姓名、电话、身份证号，甚至银行卡号。骗子拿到了你的这些信息之后，他们并不会直接去动你的账户，而是会玩一招借鸡生蛋。他们会用你的名义、你的身份信息去那些审核不怎么严格、放款速度很快的小额网贷公司或者 APP 上申请一笔贷款。这些网贷平台为了抢生意，审核常常很宽松，可能只需要一个手机验证码，或者简单核对一下身份信息，就把贷款批下来了。而这笔贷出来的款，按照流程会直接打到贷款申请人，也就是你名下的银行卡里。所以您手机上收到的那条入账3万元的银行短信，那笔钱根本就不是什么别人转错的救命钱，那是骗子用你的身份信息，以你的名义从网贷公司那里借出来的实实在在的一笔贷款，是你要背债的。当您出于同情和善良，心急火燎地把这3万块转回给那个焦急的女人时，您实际上是在做什么？您是在把自己银行卡里刚刚到账的属于您自己的钱亲手转给了诈骗集团，而更可怕、后果更严重的还在后面。那笔3万块钱的网贷是白纸黑字、铁板钉钉地记在您个人的名下的，从贷款成功的那一刻起，您就已经背上这笔债了。您不但白白损失了3万块钱现金，接下来网贷公司会开始找您要利息，催您还本金。您会在完全莫名其妙的情况下，从一个受害人变成一个需要偿还一笔幽灵贷款的负债人，这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想想都让人又气又恨。那么咱们万一真的碰上了这种天降横财紧接着催命电话的情况，到底该怎么正确处理，才能守住咱们的钱袋子呢？您千万要记住下面这几个步骤，一步都不能错，这可是保护咱们血汗钱的救命稻草。首先，不管电话那头的人说的有多么悲惨，哭得有多么伤心，语气有多么火烧眉毛，您都一定要给自己心里浇一盆冷水，反复告诉自己冷静、冷静、再冷静，绝对不能在接到电话的第一时间就跟着对方的节奏走，急吼吼的去操作手机银行转账。记住，在所有和钱相关的事情上，保持冷静是保护自己的头等大事，比什么都重要。一着急就容易出错，一出错钱就没了。其次，最稳妥、最正确的处理方法，不是自己在手机上瞎琢磨，而是立刻、马上亲自去一趟你家附近的那家银行的网点。到了银行，别不好意思，直接到柜台找工作人员，把您遇到的情况一五一十、原原本本的告诉他们。同志，你好，我刚刚突然收到一笔3万块的进账短信，紧接着就有人打电话说我转错账，要我退回去，我觉得很可疑。能不能请您帮我查一下，这笔钱到底是从哪里转过来的，是什么性质的款项？银行的工作人员有专业的系统和权限，他们可以帮你查清这笔资金的来源方是谁，是个人转账、公司汇款，还是什么机构的放款。这个来源信息一查，狐狸尾巴就藏不住了。如果查出来是什么您从来没听说过的网贷公司，或者您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不踏实，那下一步就别犹豫了，直接在银行里或者出门就打电话报警，或者拨打咱们全国统一的反诈骗专线165。警察和反诈中心的工作人员是专业的，他们知道怎么处理这种事情，能及时介入，帮您冻结相关账户，展开调查，避免您遭受更大的损失。同时还有一个细节很重要，您要注意保存好所有的证据，比如那条银行的入账通知短信，千万别删了。那个打过来的陌生电话号码记下来，如果有通话录音功能也可以录下来。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东西，在后续警察调查的时候都可能成为非常重要的线索和证据。
说完了这种针对银行存款的升级版骗局，陈宇轩还得再跟大家唠叨。另一个跟咱们生活贴得特别近的风险区，就是手机支付诈骗。现在用手机付钱太方便了，买菜、打车、网购点一下就好了。但这个方便的背后，也确实藏着不少咱们眼睛看不见的陷阱和风险。咱们很多人的手机里都绑着像微信支付、支付宝或者其他的支付工具。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手机忽然收到一条没头没尾的短信，写着恭喜您在我店消费抽中1000元礼品卡，点击链接领取，或者您的手机账单异常将于2小时后停机，请立即登录链接验证。这些短信看着是不是挺常见的？有时候甚至好像还知道你在哪家店买过东西。我告诉您，这些短信十有八九都是骗子群发出来的钓鱼短信，里面那个链接您可千万不能点。一点进去，您的手机很可能在几秒钟之内就被悄悄地安装上一个叫做木马病毒的坏程序。这个病毒就像个小偷藏在您手机里，它能让骗子在很远的地方像遥控玩具一样遥控您的手机。您手机里的一切，包括支付软件，就都危险了。还有一个大家容易放松警惕的场景，就是出门在外，连接那些免费的公共 WiFi， 在商场、咖啡馆、火车站看到有不用密码的 WiFi， 顺手就连上了，想着能省点手机流量。但您知道吗？这些免费的 WiFi 里面有很多是不法分子故意搭建的钓鱼 WiFi， 您一连上去，就等于把自己手机的大门向黑客敞开了。您在手机上输入的任何信息，包括看的网页、输入的账号，甚至密码，都有可能被后台的黑客一览无余，悄悄偷走。面对这么猖狂、无孔不入的手机支付诈骗，咱们难道就没办法了吗？当然不是，只要我们学会几招简单有效的防范方法，就能把被骗的风险大大降下来。第一，就是要铁了心做到，不点击任何陌生短信、陌生微信、陌生邮件里发来的链接。不管他说的多么天花乱坠，多么像真的，多么紧急，一律不点。如果针对短信内容有疑问，比如真担心手机欠费，最好的办法是直接拨打通讯公司官方客服电话，比如10086、10010去问，绝对不要通过短信里的链接去操作。第二，我特别建议大家可以在子女的帮助下，给手机安装一个安全卫士。现在有很多很好的防诈骗 APP， 比如可以自动识别和拦截诈骗电话的软件，还有咱们警方推出的国家反诈中心 APP。把这些 APP 装在手机里，他们就能像给手机请了个保安一样，24小时帮咱们过滤掉很多危险的信息和电话，特别有用。第三，就是养成一个好习惯，尽量不要去连接公共场所那些来路不明的免费 WiFi， 尤其是在需要用手机支付或者登录网上银行查看余额、转账的时候，宁愿多用一点自己手机的移动数据流量，虽然花点钱，但安全啊！为省一点点流量钱，冒损失大笔存款的风险，太不值当了。第四，也是老生常谈但无比重要的一点，一定要像守护宝贝一样，守护好您的支付密码、银行卡背后的3位安全码，还有手机上收到的各种验证码。这些数字和密码就是您电子钱包的钥匙。记住一个原则，凡是打电话、发短信来跟你要验证码的，100%是骗子。真正的银行和支付平台永远不会向您索要验证码。在这场和诈骗分子的无形斗争中，咱们中老年朋友因为对智能手机、对新兴的网络技术可能不那么熟悉，确实需要咱们自己还有家里的年轻人给予更多的关注和保护。这里陈宇轩也有几句掏心窝子的建议，特别想说给咱们同龄的朋友们听。首先，如果不是特别必要，咱们尽量不要把自己存着主要积蓄、退休金的那张主力银行卡绑定到微信支付、支付宝这些手机支付软件上，可以单独用一张卡，里面放少量的钱，专门用来日常手机支付。这样哪怕真的出了什么问题，损失也能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不会伤筋动骨。如果确实有需要，想让支付更方便一些，也可以让子女帮忙，看看能不能开通一些支付平台里的亲属卡或者共享额度功能，由子女来设定一个每个月消费的上限，这样既方便又安全。其次，咱们一旦遇到任何关于钱的异常情况，比如突然收到奇怪的转账，接到可疑的催款电话，或者看到看不懂的银行短信，心里拿不准的时候，千万别自己一个人闷头想，更不要按照电话里的指示去做。
第一反应应该是立刻找家里的孩子、孙子孙女这些年轻人帮忙看一下，让他们用年轻人的知识和经验帮咱们分析分析。如果孩子们一时半会儿不在身边，或者也拿不准，那最保险的办法就是像我刚才说的，亲自跑一趟银行网点，找穿制服的工作人员面对面问清楚，这比任何电话都靠谱。最后，我还是想再强调一下，在子女的帮助下，给手机装上那个国家反诈中心 APP 或者其他靠谱的安全软件。可能刚开始用着有点不习惯，但让年轻人教教咱们，学一学基本怎么看、怎么用，让它成为咱们口袋里一个无声的保镖，多一道防线，咱们心里就多一份踏实。在这个消息传得比风还快的时代，咱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变成一个反诈骗的小小宣传站。如果您觉得今天陈宇轩跟您聊的这些内容，哪怕有一点点用处，能让您提高一点警惕，那我就恳请您动动手指，把这条内容分享给您的家人群、朋友群，分享给您的老同事、老伙伴，让更多的人，特别是咱们身边那些可能更不懂这些新骗局的亲朋好友，也能看到、了解到。也许您的一次随手转发，一次好心提醒，就能帮一位老朋友、老邻居识破一场骗局，保住他们积攒多年的养老钱，挽回一个家庭的安稳和幸福。骗子的手段在不断翻新，但咱们守望相助的心和传播智慧的行动，就是最好的盾牌。让我们一起用学到的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用温暖的行动照亮身边的人，共同努力，守护好咱们来之不易的平静生活和幸福晚年。非常感谢您耐心听我说到这里，我是安康生活的陈宇轩，咱们下期再会。